好朋友就要这样当，伸出援手最暖心。白饭配酱油的这种生活，就对。哎呦，就放到我那个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店，把便当拿给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便当的上面，有一个红包，好感人哦。你说妈妈住院，你妈妈就我妈妈，我跟你去医院呐，她把你妈妈放在心上。我说这辈子谁敢再欺负她，我一定把命拼。但万万没想到，有些朋友真不能交。我朋友他说我刚好有个新房子也交屋了，住新房子有新气象。好，那就住进了他的房子，1年还没住满，你已经给了3年的房租。后来我们最后他跟我讲说，他的房子要卖了，从此之后没有任何联络。哎呀，就是这样。朋友真的不能碰钱啦。欢迎收看《女王大人》。喂，你们好。陈哥啊。问你一件事，你对于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孔夫子有云：益者三友啊。哪三友？有质有量有多闻。除此之外，我觉得好朋友啊，应该就是能在你最低潮的时候，愿意真心陪伴，然后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人。是，对吧？没错，没错，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好朋友，是吧？但是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我身边有人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情比金坚，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是一辈子的主持搭档，却在背后搞小动作，不只偷我的东西，还散布不实谣言。哇哦！你好好说话呀！不要含沙射影、血口喷人。上次录影的时候，我听化妆师说你有偷换我便当里的控肉，你把大块拿去自己吃了，换小块的给我，然后你还说巴玉最近胖了3公斤，不要给他那块大的控肉，你这就是偷窃，就是造谣。好，我认，没关系。但造谣的事情我不能认。你的确是胖了，没错吧？我有错吗？有冤枉你吗？胖了吧？是不是胖了？我不是胖3公斤，那是2.5公斤。好，我跟你道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4位来宾，他们跟我们2个一样是，也遇到了一些那种友情的小船呢，是说翻就翻的经验。但是他不像我们这样的小打小闹的他们的友谊翻船翻得跟铁达尼号一样。哇，这么大！哇塞！马上我们欢迎他们出场，好不好？介绍第一位马丽欧，欢迎马哥，欢迎黄小柔，欢迎雨珊，欢迎阿芳哥，欢迎4位来宾。大家都是一辈子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啊，你们这一辈子，我相信呢，让朋友帮了不少忙，但也吃过朋友不少亏。好，我们现在就直接从这边切入了，来，就讲友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友谊地雷大公开。好，这个浪不大哦，这个浪。爱占别人便宜，不就这样吗？朋友之间不就是这样吗？你占我一下，我占你一下。这个小便宜是占的有点就是，让人家很受不了，就是想要跟你直接切断关系。好，就讲说，能够切断关系的还叫小便宜，不算吧？很棒，我觉得算是小便宜啦。软土生绝，对，能头请 good。就是大家其实应该有很多就是国小或是同村或住在附近邻居能够一起长大，到现在还能联络的话，我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当然因为有很多那个美好的回忆嘛。那我们以前也是在念书的时候啊，大家住在附近，有几个好朋友，最后就像人家讲，人讲结拜兄弟这样子，从小一起大的，拜把的，然后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然后一出社会的时候，大家开始在外面找工作，那大家还是保持很好的友谊。那我们几个朋友里面就有一个，就家里比较富裕一点点，然后呢，他一出社会的时候，他们家里就买车给他，他就开车上下班。那另外一个朋友，他其实就是比较属于大哥型，然后就有一天呢，就是说要跟这个朋友借车子，然后要交女朋友。
追女生这样子，要拉风。啊，我们大家兄弟，这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啊，车子你就开去啊，带他去兜风，去走走。接完他之后呢，讲好是隔天要还嘛，结果这个人就消失了2、3天。那我们大家都住附近嘛，啊，我那个朋友就来找我，就说，陪我去他们家去问他妈妈说他是怎么都没有回来，啊，车子也没有还我，啊，这会不会很危险呢？对，打电话也没接。那时候出来是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对啊，他们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去，我们就有2个朋友就去没消没息的对借车超过2天，超过2天，没什么道理。对，然后就问他妈妈，他妈妈也说奇怪，他也都没回家，完了，啊，打电话也联络不到，啊，大家都很紧张，出事了。对，他就后来回到家之后，马上跑来我家找我，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他说他接到很奇怪的电话，是一间当铺。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讲他的车子现在在当铺，然后呢，屌爆了。然后呢，他们开的票给他之后呢，他是预定3天要回来赎车，就人没有回来，他们只能找车主。他把他车当了，结果后来呢，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急急忙忙跑到松江路去，然后就去那个当铺。然后那个当铺才还原，就我车子当下借给小楼，小楼就马上直接开下去到当铺。好，那怎么办？到现在就开始讲不清了，然后就开始找我这个朋友，怎么找了好久，找了好几个礼拜找不到。然后呢，我朋友就最后等不下去了，就跟当铺协商，那现在要怎么办？当铺说那你拿钱来还啊。然后我朋友说好，那没办法。结果他车子借人又帮我那个朋友出钱，然后把车子赎回来，天哪！赎回来，然后就结案了。没有，然后就赎回来。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说，那个朋友不止这一条，卡了很多诈欺案，后来就直接抓进去关了。所以他不见的时候是被抓走了。对，没有，他那时候在跑，他弄了好几条，跑路了。那因为我跟他妈妈很好，然后都有跟他妈妈联络，就知道说他已经关出来，然后因为觉得有点没面子在台北，然后就跑到台中去那里落地生根教。那我刚好有个军教片在台中拍，时间很长，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想就跟他联络，然后因为他就在大卖场打工这样子，那我心里就觉得说，哎，这个我觉得他因为受到他的教训，每个人都应该有第2次的机会，我觉得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台东拍戏，也认识很多餐饮业的老板，那有几个老板想要找特助手。那我就想说，我帮他介绍，然后让他们认识之后，你等于帮他背书哎。对，然后这样子他薪水上面，然后生活上也过得比较好，因为他还在台中租房子这样子。刚好一个老板开一个新的餐厅，很大间，然后请吃饭，然后我就带着我这个朋友，然后跟他一起去。这位更生人的朋友，对，然后就带着他一起去。那天我就决定好了，我就去之前我就先去提款机领了5万块，然后就把它放我的皮包里。然后就去了之后，大家很开心，然后就介绍给他说这我很好，我从小就玩到大朋友，然后怎样，他很好，老板可以用他，真的他特助手。老板说好啊，没问题啊，这个很好这样子。然后玩的时候我已经喝有点醉，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最后把这个面子要做给他，我就把我的皮包拿给他，我跟他讲说你去付钱，把这整摊付掉。然后跟老板说，我跟老板说这是你付的这样子，他好他就去，然后付完给我还我。我回到饭店去，然后要下车，我会发现奇怪，我皮包打开，连100块都没有啊！全拿走。那时候我又喝醉，你知道，我就觉得怎么会？然后我就赶快用电子付嘛，然后就是回了饭店之后，然后睡觉起来之后，早上我就开始一直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这5万块到底够不够？还是说昨天有吃超过吗？对，我想有其他开销，我就叫了车就回到店里去，因为店里面只有经理，老板不在嘛，然后我就直接问其实，我是那个巴尼亚，我说我们昨天大概消费多少，我想知道。那我的理由是说，因为我朋友请的，我想跟他分摊一点点。你还在保护他我想分摊一点点，然后我想知道说昨天价钱，他说昨天大概3万出头而已，老板给你打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那所有的钱就都不见了嘛。开始这种咖，我也没有说叫健身回，我就开始走路，就往饭店嘛用走的，我就一直在走，就一直在想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讲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结果他还在睡觉，然后我就问他说，昨天呢付完钱大概3万多块嘛，然后我说剩下的钱你是不是拿走？然后他没有否认。你要问这个也很挣扎吧？结果呢，所以我就走路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怎么开口？
还是说我就当做不知道？就算了这样。不行你，懂我意思吗？但我会很伤心给他很。多机会了。对我是一起长心里很伤心。大的耶。会打电话问他，会打这个电话的举手。我会再等我一定一下。打，我一定打，我一定会打，我视钱如命啊！可是我会觉得我已经给你这么多次机会，这可能是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我连电话都不用打，我就知道你这个人那个已经不是就是这样稻草，那个1万多块已经是电线杆了，怎么还会稻草？稻草大概是几百块，1万多块是已经是整个电线杆。冷静示意好不好？心境上了，心可是境。他就是有可能他想要还，只是昨天那个情况我也喝醉了，就是我偷嘛。那你就放回我钱包。等一天嘛好。，但是这个电话我认为该打，对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动作去确认我的钱是还有剩的。对，好，打了电话怎么说？你觉得该打对不对？他沉默，因为他没有否认。他最后他直接跟我讲句话，他说：“你现在赚这么多钱，你会跟我计较这个钱？”哇哇！就叫你不要打吧，没有改变呢。听了这个话多伤心啊！然后对，会难过。换我愣住了，你知道吗？然后最后你错了，他觉得他理所当然呢。对，但你错了。对，但我想跟他讲说，后来我就跟他很冷静跟他讲说，其实我心里有数，但我不是要来数落你，我只想要跟你讲，你当下跟我讲说，我有点困难，你这剩下的1万可不可以借我？我会跟你讲，你拿去不用还了。可是你用这个方式让我好心寒哦心里很难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后漂亮，其实是阿胖，其实是你宠坏了他。哎，是他的问题。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宠坏了他。没有，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个人，我想人不轻狂枉少年。我觉得大家都一定年轻，都一定有做过不好的事情，你一定也有。没有，我一个人，我一世清白，两袖清风，没有，我怎么来就怎么去。去哪啦？要去从来没有做错事。有，不多。我把这个电话挂完之后，我还来不及沉浸在这个难过的心情里面，我赶快再拨一通电话给那个老板，叫他不要然后跟他讲说，千万不行。我发现，但我不好意思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发现这个朋友他的一些生活关系比较乱，他人格上可能会有一点，我觉得我比较不推荐，哇你不好意思，你太含蓄了这样我就把他对，挂掉。这样子，你真的我知道对方其实也很 confused，就是说你昨天还这样讲，今天又这样讲，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后来我还请那个老板出来吃个饭，但我也没有多讲什么，就把他带过。你人超好的。哎，你会不会打电话给那个老板之后，那个老板跟他说，哎，你那个朋友才刚刚跟我借车，哎，借车又借？好，雨珊来。我怎么还没准备好吗？还没准备好，他准备要叫车。还沉浸在我觉得女生最容易遇见这样的事情，男生不太一定啦，就是见色忘友，啊，奢望有很男生为什么不一定？男生会，男生也狗会这，样子。女生也会啊。我觉得我的女生朋友蛮容易耶对，真的哦。我觉得男生可能跟好友啊，决裂的有8个都是因为男人啦。哦，真的哦。我的这个朋友呢，算是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然后我在大学时期打工的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彼此都有交男朋友，然后每一次这个女生朋友呢，我们是3个人一群的，然后呢这个女生朋友每一次找我们聚会，都是在讲感情的事情，不论是跟男朋友怎么样，或是她有交了另外一个小王，都是我们去帮她鉴定的。然后呢，每次出来都是鉴定小王怎么鉴定？小王也鉴定了。对啊，他帮我看，他就是说这个男生 O 不 OK，可不可以抛弃他原本所以他的的男朋友？人生是不能没有爱情的。他就是一个很需要爱哦，的人。我要说，哎，姐妹们，我要想劈他，劈这个，帮我看一下，好不好？适不适合劈呢？看一下，你帮我看一看。这样子啊？不是，当然我们会出来跟他讲说，就是不要这样子不好，这样会出事情。我们还是会劝他向善，好吗？好，结果直到有一次呢，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她从那一次交了男朋友之后呢，我们只要聚会，她前一天都会先答应，然后到了当天快要吃饭的时候，我们聚会时间，她就说，哦，我男朋友说等一下要跟我干嘛干嘛干嘛，所以我不去喽。然后或者是呢，来到现场跟我们吃个两口饭这样子，然后突然男朋友传讯来说，哎，那你们先吃哦，那个我要去找我男朋友，我们要去干嘛干嘛干恋爱嘛。脑哎，我是。然后我就觉得好，
对，我就想好，那就算了嘛。她就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有一次呢，她又是跟那个男朋友大吵架，然后吵得非常的凶，然后男朋友把她赶出家门，然后她打电话拿着一瓶红酒来到我家跟我诉苦，然后我也是很有义气陪她聊一整个晚上，然后我就说那个男生不可以这样子，而且你买的那些家电都是你买的，凭什么不可以拿回来？我说我陪你去，如果他敢对你怎么样，我一定保护你，但是那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拿回来，我不可以让你吃亏。然后他就说不要，没关系啦，然后这么一直哭，我就说我不能让你吃亏。结果隔天呢，他们和好了，傻瓜。哇，你有两面不是人。然后呢，你知道和好的时候呢，他跟那个男生讲说，他为什么踩得住脚，因为他就说，因为雨珊也是这样认为啊，你知道雨珊还把你拖下水，放出来。然后压到我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电线杆来了，电线杆来了，对。有一次呢，我们去唱歌，然后呢也是唱到后面，他就是喝非常的醉，然后有点失控了。然后呢，结果那时候我就一直打电话说，你要不要叫你男朋友来接你？要不要叫你男朋友来接你？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啦，我就是想要自己回家，我不要叫他，我不想要再给他麻烦。然后之后他就上车了。然后呢，那个司机我们也留了电话，怕他危险。然后呢，结果之后呢，司机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半路一直大吼大叫，然后呢发酒疯，然后呢最后司机没有办法，只好在半路把他放下来。Oh my god！ 然后呢之后那个男朋友也都没有接电话，也都没有去找他，然后呢就把他一个人丢在路边。然后呢他又住在杨梅，我们又在台北，这样子车程过去半夜也要50分钟。结果最后到了之后呢，好把他整个安顿好，隔天他跟男朋友又和好了。他是个麻烦人物。对呀，你在介绍茶包啊？你在介绍一个茶包的故事。可是因为姐妹之间，你就会很不爽她被男生欺负。当你要想要为她出一口气的时候，你就觉得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你就把他酒喝掉，就让他，其实不要管他就对了。不是那个跟你是朋友的问题，他不能把你卖掉的，他不能这样出卖你。而且他们每次都会说，雨珊，你跟我讲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跟他说。我绝对不会跟他讲，但每一次隔天，然后都是我被讲出来。你已经不是2次3次的，你已经习惯了。你有受虐体质，你知道吗？他之后很过分，是他常常还会限动在那边 po 说他心情不好，男生又干嘛的，然后我之后就无感了嘛，我就不关心他。然后之后他就会说，对啊，你们都不关心我啊，我心情不好，你们都没人要理我。有一些人一辈子运气会不好，或者事情会不顺利，对，要不然就朋友无法交心，都是因为个性出问题。对，他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他的个性本质这么大的问题，他无论他的亲情、友情、爱情都会有问题。对，其实雨珊刚刚讲的，我大概也发生几次过，所以我觉得这类已经对我来讲我很无感。我现在其实会让我受伤的就是这种，这个防不胜防，因为你真的他就是双面，所以你看不到那一面。对，那这朋友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陪我，就是上山下海。我以前失恋什么，我对他基本上他已经是我核心中的朋友，蛋黄中的蛋黄。哇，那这个很好哎。对啊，我就那他还是双面人，你都没看到啊？我告诉你，最好笑的是我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这个朋友不 OK 哦。已经有很多人跟你讲了。很多人讲，然后甚至有很多就是都很直白的讲。你要跟这个朋友出去，那你不要找我好了，因为我然后你也没有发现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相处很 OK 啊，很完美啊。别人在讲他的时候，我就说没有，你们真的误会他了，他没那么过分呐。然后为什么我发现我难过的原因是有一次，就是比如说好，我们中间一个很好的朋友，比如说阿庞好了，他就带了他的女朋友来，然后他这个女朋友来，那我的个性是。通常我的好朋友带另一半的时候，我都会处于在观察的角色。当然，因为我不会马上就你好，你要帮他关心他的幸福嘛。对，合理啊。那我也不会太主动，就我很想他。那对不起，你是说的这个双面人是女的吧？女的。记得。然后呢，他说怎么样我不是那种人，但我的这个朋友是。会很热切的、殷勤，让人家觉得说，哇塞，你真的是一个好棒的朋友，你好热情，你好怎么样？视如己出的对待。那反而就是我常常就会被误会说，黄友在拽什么？好了，突然有一天呢，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那我这个人很容易被洗脑，他就跟我讲，你知道阿庞的女朋友，她真的很恶心，我觉得她就是攀龙附凤。他就是歧视，就是驱使他的财产，
故意呢，就是把自己放很低，想要嫁入豪门，怎么样，就一直讲这女生有多坏。那我们听起来，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我一定会听阿庞想啊，我就想啊，这女生怎么这样啊？那可要担心啊。对，那我当然担心了。会啊。他的新女朋友原来是这种咖。然后我说你怎么发现的？对啊，消息来源呢？对，我说你怎么发现的？就那一天啊，喝酒啊，你就先早走啊。后来我就在那边，我就观察到了，我发现他在看他的信用卡，我发现他在干嘛，他就都看那种很小的细节，但因为我不在场，所以我也就真的听。但讲得很具体，煞有其事，非常具体。这何止是看到，这根本是盯着看的。对啊，他喝酒就喝酒，他看管人家这么多啊。回来我就讲，信用卡的人看清什么？干嘛管人家？对啊，他就是从头到尾站哨，唱歌，然后再看歌，才就看他。对啊。铁杆兄弟变房东，让友谊一系变调。我朋友他说我刚好有个新房子也交屋了，住新房子有新气象，好，那就住进了他的房子，1年还没住满，你已经给了3年的房租。后来我们最后他跟我讲说他的房子要卖了，从此之后没有任何联络。就是这样。朋友真的不能碰钱啊。这一个就是逮着看的，你心机的话，你会逮着看的你啊，奇怪，是吧？他就盯着他看，奇怪，要不然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细节呢？问题的是你，我现在想起来，因为他现在也不是我好朋友，我现在想起来我才会知道说，哦，我懂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分析他。他就是都会去注重这种小细节，比如说可能阿庞喝醉之前，然后说，哎，我跟你讲，等下不要让我朋友买单，你就拿我的信用卡去给他买。然后那一个女生，后来我是知道，她那一天是拿信用卡出来问我这个朋友说，哎，这张卡额度多少？这张卡额度多少？那她可以干嘛？然后她就觉得说，哇塞，心机也太重了吧！可是到最后我们了解的是，她是想要帮她积点数。哦，好贴心哦！他其实是贴心的那一种，那我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我被洗脑了。所以就有一天，我就很北吧的，就是跟我的这个男生朋友讲，我就说，哎，你那个女生朋友好像不是很 OK 呢。然后因为我这个男生朋友很听我的话，他说为什么不 OK？ 我说，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着急，想要跟你有结果。那你要不要再停，再多观察一点？你其实讲的蛮保留了，这个提示也还可以啊，对，可以啊。然后他就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女朋友不 OK 吗？我说不 OK， 我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问的话，我觉得我不喜欢她，我就直白讲了。然后后来他就大概跟这个女生大概分手了，大概因为我们讲的话，大概停留了1-2个月的这个冷静期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最后他还是娶了她。哇，结婚了，经得起考验。哎，就娶了她。那我内心就心里想说，哇，好吧，那娶就娶了吧。那我们能怎么样？我也去喝他们的喜酒，然后反正那一点好，有一天我们又再碰面了。那碰面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这一个好朋友就跟他手牵手进来，啊，跟那女生，哎对，然后就手牵手走进来，不是讲他的坏话，对啊，对，然后他就说，哦，哎，我们现在我就讲说他们前几天去干嘛，做了好多事，现在每天都连在一起，然后他们3个就变好朋友了，我就被冷落在旁边。那我难过的点是说，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讨厌他吗？然后后来我就问了我这个女生朋友，我就说，哎，你这样子有点过分呢。我说你那个时候跟我讲，你不是说你很讨厌他，你不是说他在想要拿他家产？他说没有啊，我觉得有时候人会变啦。打不赢就加入他嘛。典型的打不赢我就加入他。那句话用的是不妥啊，不妥。我说，那你有跟这个女生讲什么吗？一定有。所以你变成局外人了。你就是猪八戒了。我就是你变猪八戒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大家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而且我们这么好了。然后你在讲他的坏话的同时，我还真的站你这边，我还觉得他真的很坏哎。然后这个女生从头到尾，其实我也都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对我来讲，我的
朋友爱上好的女生，我是肯定祝福。当然祝福。我以坏的心情去对他的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会内疚。然后你现在跟他这么好，然后你又跟他讲说，哦，其实黄晓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本来就是很喜欢跟男生一起混，他本来就不喜欢跟女生。然后后来我听到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拍谁，这个朋友我不要了。所以真的就再没联络了。哦，那你现在少2个朋友嘞？少2个，难不难过？哇，一次少2个，难过的。超难过，因为我还有那个女生，如果是好女生的话，其实她搞不好也会是你更好的朋友。对啊，对啊，就因为那个人在从中作梗。我不认识吧？认识。我认识。Oh my god！ 你那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最讨厌说3道4的人，好讨厌啊！这样我会变成坏人。要防我们不会讲啊，我私底下知道的，很紧啊，保护自己，我得防着他，保护自己。哎，我不是8月啊，就随便都。你不要这样子。我是没朋友的人呐，我没有人可以讲啊。你的每个闺蜜都翻脸了，不是吗？这你可以相信他，这你可以相信他。那个人现在有没有在现场？没朋友，所以他没有什么人可以出卖的。我只能对树洞说啊。他能再出卖的只剩管理员了。好凄凉。其实叫安全，这样比较安全。真的。你来了，我的最简单，欠钱不还。我结了婚，那时候还在租小套房，结了婚了，那租那个大概只有大概6坪吧，5、6坪的房子不像话嘛。那我朋友他说我刚好有个新房子也交屋了，那是套房还是病房啊？你怎么会这样讲我？这个不是，那是牢房，那是牢房啊，只差没有栏杆。然后就是交情相当好的朋友，小的地方啊，20几年的朋友了。然后呢，结果他就说那小普，他们没有他能够叫我小普的没有几个，都叫我马里欧嘛。入行就叫马里欧了嘛，都是小普，我姓普嘛。小普，那说你结了婚，那你也不要说什么住这个，还住在那个地方。我的新婚住新房子，有新气象。好，那就住进了他的房子。1个月，他说本来讲好2万，他说我这个 no，他说2万3，我说好2万3就2万3，新房子嘛，有新的管理员都很舒服 ，OK 没有问题，又在信义区。你有没有碰过说你租房子租不到1年，你就已经先预付了3年的房租了？3年啊？没有吧？对，你不太可能嘛，预付3个月的押金有。他没有给我收押金，因为是好朋友。对，然后他租了大概3个月，他说小宝，我是手有点不方便。我二话不说，反正我就是要租，没关系。然后租的，比如3个月、4个月，小宝，我是有点不方便，你如果可不可以，就是反正你还会再继续租嘛？那我说那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你很相信他，因为是真的好朋友。你先预付1年也没什么关系啊。第1年已经付了，我就直接第2年再给，没有问题，我直接汇。而且你知不知道，银行3点半要停哦。那个时候我们讲到时候是在2点，已经过2点了。我说那就走，现在走，直接去转，没有问题。这种朋友没话说，及时救援超暖心。白饭配酱油的这种生活，对不对？哎呦，就晃到我那个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店里，把便当拿给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便当的上面有一个红包，好有情有义。他说其实我们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哇，好感人哦。住了7、8个月了，他说又不太方便了，可能有些资金这拿第3年的，我就给第3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你有没有办法说住1年还没住满，你已经给了3年的房租，我是这么掏心掏肺对你，有白纸黑字的记下来？没有，这个都没有，反正就是我想说，反正我就住嘛，我是先预付你嘛，我就住嘛，好了，住 ，OK，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他说他需要买一套什么电脑，他说你是不是用什么什么卡？插旗银行。插旗银行现在也没有了，就是插旗银行。我说有，他说因为这个卡如果用这个，如果你可以借我这个卡，那我是可以用分期，因为他的那个电脑很贵，大概8万多块，怎么样？我就觉得你这已经预付3年了，你现在还跟我讲说你该不会买个电脑的这个都没有吧？我说那你应该找你女朋友帮忙一下嘛。你跟你女朋友这么，你女朋友收入好像也不错啊。我就心里想，我就跟他讲，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不太愿意。我说，那你这个女朋友也真是糟糕我们一个同床的比不上一个同窗的，就是我们算是一起的。
我就卡号给他，他就线上就刷了。你把卡号给他，就给他你安全码也给了。所以我说你达到这个程度的相信，你看这个朋友跟你有多熟，20几年了，一定要很甚至不止好的朋友。30年的朋友了。快30年的朋友。他连安全码都给，那不止刷一笔耶。当然我相信他不会这个样子。当然他也卡，然后他就分期你每个月我就说那陈哥，那你每个月要给我，比如说1万多，或者到时候没有问题，什么没问题。好，反正我记得好像刷的好像可以分8期还是12期怎么样？只付了2期，后来这个钱就没有没有下文了，就没有下文了。那我们说什么？我那时候日币不知道是升值还贬值，我搞不清楚。我就说，那你帮我换，因为我们要去日本玩。对。那我就说，那你帮我，比如说换5万块日币，新台币5万块的日币，那你只要把日币给我嘛。对。然后我约了几次，我今天比如说陈哥，我们今天下午喝个下午茶，顺便你把那个日币给我。他说 OK。你来了之后，你又没有带日币，1次2次，最后1次还给不足，因为你一直在糊弄我，你一直在糊弄我，对，就怪，一直吃他豆腐，太怪了，就很奇怪，太怪。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爆发，后来我们最后他跟我讲说他的房子要卖了。你要卖了，我还没住满呢。你已经住3年嘞，3年还没满，去你个舅舅，我还没住满呢。然后我就说，那很简单，很简单，那你把不足的还我，对你。比如说我住了2年6个月，那你6个月的房租还我嘛，还有电脑的钱你还我嘛，那我就搬走了嘛。对，2清嘛。他说没有办法，他没有钱，他没有钱。那我说那就没有关系。又没关系，我就说那我就住到底，住满3年，住满3年那就 OK 嘛。那我说那你电脑钱可以还我嘛？他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那我就把你电脑钱拿来转成房租住嘛，可以嘛？我就抵了。他就说那这样的话，那我房租我要涨房租算了。2万3变到2万8千块，涨1个月再涨5000块，这是一个快30年的朋友说的话吗？更夸张，这好，最后我就说好，没有关系，陈哥，那你要这样，好，那就2万8，我算，那我还可以住，比如说两个月或3个月，我就住满，哪一天我就搬走，就这样子。搬走的时候，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交污什么动作，我把他家里弄得就干干净净的。那难免房子住了有潮气，可能会有点斑点，对，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床头柜，所以你那个床单有颜色，你在掀床的时候，墙壁总是会有点染色。对。哦，那我难免嘛，难免啦。对啊，我又不是站着睡觉。你是吸血鬼啊？对啊，我就把整个家还是有鞋印呐。有。然后我就把屋子全部弄好。遥控器什么东西全部都放在小吧台上面，然后我就传给你说，我已经搬走了。比如说我跟你讲15号，我14号就搬走了。他跟我讲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我们要当面点交一些什么东西。我说没有什么好点交的，就是一个车库的遥控的那个磁扣，2个磁扣，钥匙就这样子。他说那还有些墙壁的东西，那我们这个你要来负责，你要给我钱，我你要还原啊。我说这个你还要再讲这个东西吗？他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法院见。什么法院见？我说好，那就法院见。后来隔了也许大概半年，他就说朋友一场，就算了，我自己找人处理。从此之后没有任何联络。真敢讲人，没有任何联络，乖哈，就是这样。朋友真的不能。后来更厉害的。你不是只有我这个朋友嘛？你还有我们别的这些朋友嘛？我们认识的朋友嘛？一样的方式，欠了钱不还。我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因为陈哥我穷过，我把钱看得非常的重。没有，你可以骗我的什么占我的便宜啊，或者是我吃饭我请你吃个饭，对，都可以。Everything。我是讲真的，就是你可以把我女朋友骗走，没有关系。他可以失去很多，但他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好不好？再来就要到柬埔寨去弄器官了，大概就这样。哇塞！我看清楚了，我就说够了。听到你这儿，你这个压轴听着压得挺好的。我说真的，我对你这么好，真的，而且快30年呢。哎呦，我气死了！祝你都遇到好人，对了，过了，来放松。哎呀，舒服。好朋友这样当的，家人出事他来扛。
我听你说妈妈住院啊，你妈妈就我妈妈，我跟你去医院啊，健保卡来什么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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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样啊？我们现在要去那个麻醉科，先带妈妈下去，因为你 Vicky 的效率搞不好都已经帮小罗办住院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有瑕疵的朋友。好，接下来第二个环节来，一辈子的朋友，这种朋友值得交。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交？刚才那个小柔姐说，朋友不要碰钱，对不对？真的10个碰钱，11个翻脸。但是在这边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也有很暖心的故事。也有。我刚出社会的时候，然后刚开始进演艺圈，刚拍戏的时候。然后其实生活很不稳定，那时候我又遭遇了搬家，所以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存款。然后呢，搬家要押金，要一些东西，然后等于说把所有的钱都几乎拿去搬家。那生活上就会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就非常节省，等于就是这个白饭配酱油的这种生活，就对。那有一天我就是早上就睡不着觉，就觉得自己怎么把自己生活过成这样，然后我就这样悠晃。就晃到我那个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店里，我那朋友他们家是做这个唐装的，然后是蛮手工的，我们的总统啊，历届总统他们的旗袍或是唐装过年的，都是他们家做的，中式定制服，对，中式定制服，然后就是传承的这一种。我就那天就晃着，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晃到他的店里去，然后呢，他一开店看到我说啊，庞啊，怎么昨天没怎么睡啊？我说对，没事，对我想说出来走一走。换个心情这样子，他说好，差不多中午了，你等我一下，我去买便当。我们这边有个很好吃的排骨饭，我就坐在他店里面，然后想说帮他顾店，但其实刚开店就没什么人，我就坐在那边，就看着，他就远远的就跟我挥手，提了2个便当就走来了。把便当拿给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便当的上面有一个红包哦，然后因为你要拿便当，所以你一定会先拿到红包嘛，厚厚的就一叠给我。我拿那个便当，然后跟那个红包，我好感动哦，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那时候心情就是雪中送炭的。他那种感觉就是他怎么会这样？对，这就是重点。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说谢谢，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够不够用，但这是我一点点的微薄之意，你也不用还我。对，他说你也不用还我，就是他说其实。我们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然后重点就来了。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用钱或有什么？他说，其实他们家里的生意做到现在这样子也很不容易。然后他说他经历了很多，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他说他经历过很多这件事情之后，他从好朋友，就朋友就是有交心的朋友，然后去观察，然后看你的眼神，我看你现在样子跟眼神，我就知道你需要帮忙。哇！然后这件事情。我非常感动，然后隔了半年之后，我回去之后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然后把这个红包袋留着，然后隔了半年之后，也差不多那个时间，我又去找他，然后这次换我买了便当，所以先给他，然后我把他包给我的那个红包袋原封不动的，然后把钱还给去之后，上面写了几句话，谢谢他。哇，感人哦。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或许因为钱就会失去一个朋友。但我觉得这次得到的是因为钱，我又跟这个朋友更 close， 然后到现在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朋友太值得交了。陈哥，你也对我做过一样的事啊。哦，真的哦。我有跟你提过，我很谢谢陈哥。我结婚的时候比较辛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谁敢发大咖，然后结果陈哥就说，然后结果左宗康哥就说，哎那个明天马六结婚你有没有？然后陈哥就说他没有发我，然后陈哥就说，哎小刚你帮我包个红包给马六。我跟你讲过这些，我好爱，我没有邀请陈哥，因为我觉得说我什么咖啊，然后结果陈哥说小刚你帮我包个红包给他，而且蛮大包的，然后后来我隔了2天我就拿了红酒说。陈哥谢谢，然后陈哥就说：“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们不是不认识哎，你为什么没有发给我？”对啊，所以我一直好爱你，我一直记得这个事情。哦，放心你就好了。雨珊姐，我想要分享的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
很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我在自己在选择朋友上面，好像眼睛不是这么的雪亮。中间路途上，我的父母都有提醒过我，但是我常常都不会听我爸妈讲说啊，你们都误会他的，就是你又没有看到他怎么样，他对我怎样，其实怎么样的。但是呢，因为长大之后跌了很多跤，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认为这个人可以当一辈子朋友，就是看他跟我父母的互动。哎呦，然后有一次是我原本要跟我哥哥他们出去我们要去阿里山玩，但原本是哥哥要一起加入行程，但哥哥突然有事不能去了，我就约了一个女生朋友，但是有点难开口，想说跟我父母一起去旅行，好像有点没有那么自在。但是那个女生朋友二话不说就说好啊，我们一起去玩啊，而且你爸妈很懂吃他们是美食家，跟他们出去玩一定很好玩。然后呢，那个女生就跟我们一起出去，然后路上还帮我爸爸妈妈拍照。我就看着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人，我愿意跟他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对，真的，这个是真的。把握他。这个好。我觉得现在到了我这种年纪，要再交到好朋友真的很难了。你说新的朋友要变成核心朋友，基本上很难。除非真的有出一些什么很大的一个革命情感，对，感觉可以马上。伤心朋友比较容易了，伤心朋友不容易。我觉得尽量都不要了啦。那这几年我交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真的是走到，我必须得要说，他真的像我家人。因为呢，刚刚雨珊所说以上的，他全部都做了。昨天才在跟我老公讲，我说这辈子谁敢再欺负他，我一定把命拼。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Vicky 姐。Vicky 哦，居哥老婆。对，居哥老婆。因为前阵子呢，我妈妈就生病了。然后她就要开刀。那开刀的那一天呢，其实就很临时啊。然后她那一天是台风。那因为台风，所以我的先生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因为他要接小孩，有3个小孩嘛。然后哇，就先接我小，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因为我前一阵子脚受伤，骨裂，然后就也是100，然后风很大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Vicky 姐打来，她说：“我听你说妈妈住院啊？”我说：“对啊，明天要开刀。你在哪？”我说：“我在哪？我在这附近，你来接我。”我说啊，我接你干嘛？接你回家吗？我可能没时间呢。他说没有啦，我跟你去医院啦。我说不要吧，现在外面台风天那么大，你疯了？哎呦！他说什么叫做你妈妈就我妈妈？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先傻住，然后我就真的也有开车去接他。朋友变成是亲家，幸福生活都靠他。很多的贵人把他的旁边让我娶来做老婆的。我这个哥们愿意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你，很值得感动啊，感动，这是爱，真的是爱。当我接他一上来的时候，妈妈要吃什么？我说妈妈不会想吃什么，他直接打给我妈，妈妈，我现在看你要吃什么？我妈还真给他点了一个苹果，哎呦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要开刀平安，我要亲生的那个亲sinh苹果。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这个修太空姐，老太太，你要不要看一下外面台风天？你就看他下车，哇，风已经吹到弯腰，然后因为台风天，所有人都在超市，都在抢物资，抢，他就为了一颗苹果。然后他又怕苹果医院没有刀，他还买了刀。买了刀之后，他还买了保鲜盒。哇！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哇塞，这个举动有想过的。他把你妈妈放在心上这个我比较像儿子。我跟我妈的关系，我比较像儿子，我没有那么贴心。一到医院，然后苹果弄好什么什么，然后医生就说好，那我们准备做检查，明天要开刀，那我们就开始去做检查了。然后我就开始，因为我脚不舒服，然后就开始掰着，他就说：“小文，你不要动，来，妈妈健保卡来，什么单，来，我来弄。”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意识过来，我就跟 V 姐说 ：“V 姐，外面风雨好大，你赶快先回家好不好？”我说没关系，我慢慢掰，我慢慢弄。你在讲什么，黄小柔？你先把你的脚顾好啦。现在妈妈的事情重要。
来妈妈，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样啊？我们现在要去那个麻醉科啊，你在麻醉科的时候，我们慢慢走。那小楼你慢慢走，我们就在几楼，你慢慢走下来，我先带妈妈下去。以 Vicky 的效率，搞不好都已经帮小楼办住院了。脚在看，你明天5点的刀，你现在就马上去休息了。你也别忙，台湾队你一块住吧，不然瞧那个空病床了。然后我回到病房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来，黄小瑶把手机拿出来。”我想这时候还拍照，他谁要给你拍照？我刚这些服务费需要26000。算得很清楚啊。他跟我讲，那收费贵是可以的，也是会贴补家用。原来是医疗中介，然后还要加10%这样子。医疗中介。他就跟我他说手机拿出来，我没有要拍照啦。你手机拿出来，我怕你会忘掉。我看你现在呆呆的，你先把手机拿出来。我刚刚牵妈妈的手，我觉得她手很冰。回家的时候拿一个卫生衣给她，还有老人家要穿袜子，他开完刀到时候出来的时候袜子要穿着。他帮你记注意事项。然后他就说，然后你要记得帮他拿一个背心跟外套，薄的跟厚的，全部交代完之后，好，我要走了。我说 V 姐，你这样子会让我很内疚啦，不然这样子你让我帮你叫 Uber 好不好？你让我帮你叫 Uber， 至少你回家我至少会安心。他就这样转过来跟我讲，自己家人讲什么，然后他就走掉了。哇塞，好帅啊！帅一波。其实我那一天他走的时候，我有稍微偷哭了一下，很值得哭，我觉得很值得哭，感动，真的是爱，真的真的是爱，很棒。我们有一个饭友啊，我们有个群组，他就是我们其中的秘书啊。啊，对，帮大家对，张罗。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贴心秘书。最后啦，其实我生命中有很多的贵人，只要是看得起我的，把我当一回事的，孝顺的，都是值得交的朋友。哇，我永远都记得你对我的好。我结婚之后，我的学长康哥庹宗康拿着高粱酒，跟着我爸爸他们那些老战友，都是70几岁的那些，一个一个说：“北北你好，北北，我庹宗康。”你去哪里找这种朋友？我这个圈子里面鼓励我最多、最看得重我、最把我当一回事的是潘若迪潘老师。我最落魄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马里奥，你要对自己，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很好。”鼓励我的人，对，这些都是值得我交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我要加重，就是愿意把他的旁边让我娶来做老婆的我这个哥们，在酒吧谁不疯谁不荒唐。然后我那时候看上我的老婆，我老婆就说：“哥，你觉得马里奥这人怎么样？”他说：“我相信他，他再怎么样，他不会亏待你，愿意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你，值得交的朋友。”我很谢谢他，让我有一个好老婆。讲完了，超棒！好，今天我们把益友跟损友大概都聊了。什么样是损友？我们其实要真能聊啊，聊3集5集都应该也不嫌多。对啊，眼睛睁大，界限拉清楚。人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有说了，友情是灵魂的交汇，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之一，而维系友情的关键在于真诚、关心跟包容。友情如花，我们用心灌溉，真心对待朋友，才能让这份情感历久弥坚。OK， 好，祝福大家，祝福。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